前因后果稍后再聊，救人要紧。 空中黑气引起的祸端，他们都被黑气感染了。阿柴也找到，快追下他们！我的黑气被吸收了。教官，小心！ 天耀，龙火可以克制黑气，先驱除空中黑气来源。竟然恢复得这么快！他们身上的黑气还在。我来以罗盘吸纳。 的黑气，不行，他们只是普通人，无法承受你的龙火。我们要驱除的是黑气，不能伤人。我果然可以吸取符印的黑气。也在。
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只是刚刚觉得有一点点痒。你想不想试试？嗯。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你今天心情看起来不错呀。要不我今天教你如何吸纳灵气，怎么样？那我先入你识海看看。没事儿，别怕。出生便有如此宽广的识海，怪不得你以前这么厉害。只要你学会修行之法，将识海充盈，指日可待。指日可待。你会说话？你会说话？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你叫天耀。你叫天耀？不对，你叫天耀，我是燕回。不对，你叫天耀，我叫燕回。你燕回。对，天耀，没错，是我。大国主，大国主，天耀，天耀他会说话了。哦，你看他学得多快啊！哎，那你有去探查他的识海吗？有，他的识海广阔无垠，我相信变回以前的天耀指日可待。指日可待。你看，他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就太好了。说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在外边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。天耀，他快好了。好了？快好了。喜事啊，这个是。我也有喜事儿，阿爹，我把幻族女王拐到咱家了。好，你看，这是我和幻小燕找严先生写的婚书。婚书。我们青丘一直都没有这个礼仪的。并非青丘礼仪，我是看上次龙主大婚时如此对燕回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很不错。看来我的主礼已经长大了。既然你们两情相悦，阿爹当然不会反对，这个是好事。看来我们今天是双喜临门啊！实不相瞒，今天应该是三喜临门。啊？我要当爹了。我要当爹了。你看他学得多快啊！不是你要当爹了，是我要当爹了。你有了？什么我有了？是贤哥有了。对，贤哥有了，我要去看他。哎，
那一起吧，三喜临门，这不得大办一场？哎，不如就在我与贤哥新开的望雨楼，如何？好，阿爹，那我们，赶紧去吧。走。这望雨楼说搬就搬，你们可真有本事啊！哇！等等我，你慢点。青丘局势一稳定，我们也不用再东躲西藏了，便在这儿安家了。你和贤哥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燕姑娘此言差矣，与贤哥在一起的每一日，都很甜呢。齁死！谁死了？走。哇，这些花纹我从未见过。这些桌椅皆由永州能工巧匠所制。永州？永州是哪儿？好玩吗？永州乃在下故里，那里商贸汇集，很是热闹。可如今已被广寒门控制，犹如一座禁地。不能吃，要等大家一起。要用筷子。大家？筷子。吃。吃。我的故乡曾经也很热闹，可如今……哎，你别难过，青丘也是你家。故乡。故乡是什么？故乡就是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都会牵挂的地方。铜锣村、龙谷，你应该回去看看的。回去看看。你和我一起？当然。回去的话，你会想起来什么吗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哎，我来。你如今是有身孕的人，怎么能提重物呀？哎，大家快坐。我这酒可是500年的珍藏，金贵着呢。再金贵也没你金贵啊。凤千树的嘴向来刻薄，唯独遇见你啊，嘴都变甜了。那是。来，我提一杯。大家一路走来，历经磨难，像今夜这样的欢聚之日，实在是难得。今有好酒，又有好友，又有三喜临门，不如我们许3个愿望，如何？好啊。世子殿下早就想好了。便与心爱之人白头偕老。好喝。愿我儿诞生之日，母子平安。燕回，最后一个愿望，你来许吧。愿我们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好一个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何局？何局？薛令他仙逝之后，
很久没有人跟我对弈，还对弈的如此酣畅淋漓了。其实你来找我，我也不太意外。但是你愿意跟我们妖族合作，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共同对抗福音，乃是我辈应尽之责。若玄门的人都有如此想法，那我们这2年玄妖2族也不会势成水火。说来，这个也算是你们陈心山之物。邪灵他当年打算以此法器纳入黑旗，前去封印福音，只是没想到他找机会钻进了压阵的青广真人身体里面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罗盘修复好，也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希望可以助陈心山一臂之力。多谢大国主。幸哉，幸哉呀！老夫幸哉呀！这玄妖2族啊，历时100年，再次携手联合抗敌，如此历史性的一幕，我要用名垂青史墨把它记录下来。严先生此举是否太过隆重些？严先生，向来如此。来吧，来。好，对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来，好，都在酒里了。好兄弟。这小子酒量倒是比以前长进了不少。哎，你刚孵出来，还是个龙宝宝，不可再饮酒了。放心吧，我这500年的陈酿不伤身的。况且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今晚就让他开心的喝吧。贤哥姐姐，你肚子里的宝宝，现在是不是跟我们一样高兴啊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会说话吗？当然了，你想听吗？走，去我房间。好，走。哎，叶回，一起去。好，你少喝一点啊。坐，来。哎呀，坐下。她们姐妹聊天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就是，来，楼主，我敬你喝酒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他的心脏在跳啊，咚咚咚咚。燕回，你要不要来听听？叶回，你快来听一下。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没什么。你自己说，还是我去查？你选。你们可知，龙虎与黑气相克？之前听大国主说过，难道这是？自从我修炼成了黑气之主，每触碰天药，都会被他的龙气灼伤。竟还有这样的事？那你们今后……没事，天药能够苏醒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以后的事以后再愁吧。对了，明日我打算带他离开金秋，回铜锣村。这才安稳了没几天，怎么这么快要走啊？铜锣村是我跟天耀相遇之地，在那儿他曾经立下了守护的誓言。我想带他回去，说不定能够帮他恢复神智。铜锣村在玄门地界，他们会接受你们吗？管他们接受与否，反正我不会任由他们宰割了。无论如何，万事小心啊！你放心，我知晓分寸。龙主，你不知道燕回他真的太不容易了。之前幻想要跟我说，
他之前可喜欢你了，还跟你表白来着，你就捅了他2刀。捅2刀？不过呀，他最后还是原谅你。这次燕回他为了救你，可是从黑河底下爬上来的。黑河呀，多吓人啊！哎，你倒好，你自己从蛋里孵出来，啥都不记得了。燕回他可真是太惨了。对呀，以前你对他多好呀，散尽千金，只为博他一笑。是，看看你现在这个呆样，啊，还冲他喷火。要是以前的你看见现在你这样对他，你会打死你自己的，打死你自己！罚酒，罚酒，罚酒，罚酒！来，罚酒。我自己。今夜可真是畅快，没想到你还学会喝酒了呢。燕回，我怎样？以前啊，说来话长。你以前呢，可是一个满嘴谎言的小骗子。我骗子？那我伤了你吗？伤害过呀，还伤害了不止一次。那我坏人是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只不过是受伤了之后，再向世界挥拳而已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伤了。所以你以后不用再那么战战兢兢了。铜锣村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那个时候，你还叫阿福，我被绑了起来，扔进了柴房。你来给我送馒头，结果我还咬了你一口。绑？柴房？我为什么只给你送馒头？我为什么不给你解开绳子？不解开绳子怎么吃馒头？这些都不重要。总而言之，铜锣村依山傍水，炊烟袅袅，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。在那儿，我们也有很多算是很快乐的回忆吧。等你回到那儿，说不定你对过去的种种疑虑，你自己都能想起来。第一次见到燕回的地方，我一定很喜欢。明霄，怎么了？他打过我，我不喜欢他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带了一点水果，可以在路上吃。
不用了。我知晓你们要离开青丘，前往玄门地界。我与陈毅国主商议过，会一路保护你们。不必了。你们的安危，关乎玄妖两界。我能保护好自己和天耀。我能保护好自己和燕回。走。你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什么时候？从我救你之时，从你苏醒之时，也是我一无所有之时。阿姐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用我所有的功法将你唤醒。而如今，你却这样对我。你伤了广寒门的人，他们就是一帮废物，一条贱命，跟牢里的妖怪有什么区别？你被福音控制了，我识海都被毁了，我再也没有修仙的可能。是他重新赐予了我力量，有什么不好？燕辉没死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只有福音可以让我变得更强大，我才有杀死燕辉的机会。我是为了杀掉燕辉，我是为了给玄门除害。燕回跟妖龙，我会杀，但你跟福音，我也绝不会纵容。你要杀我？你要杀我？为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恢复到了现在，谁也不能阻止我！从小你就比我强，人人都只能看到你，他们叫你素隐真人。好不容易，我现在拥有了这至上的功法，你却还要剥夺我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姐。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能让这黑气毁掉你，你懂吗？阿姐，我宁愿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过你这个姐姐。
我便教你净明心法。净明心法。此法乃天地灵气基本之法，玄阳两族千百种法术，皆是由此演变。就好比你识字时的《三字经》。天耀，你乃玲珑之体，识海里宽广无垠，学起来一定很快。有形者生于无形，有形者生于无形，无能生有，有归于无。无能生有，有归于无。我应该没教错吧？然后呢？然后，境由心生，便感空无所空，空所无空。空所空，空所无空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你的丹田微微发热，然后丝丝缕缕的灵气汇聚于识海之中啊？有了，可是这种咕噜咕噜的感觉。不是，这是你饿了。算了，今天的晨课就到这儿吧。是不是我没学好啊？谁说的呀？你这几天的进步都比我在陈星山10年的修行要快。陈星山，你可在陈星山待过？那你跟他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他曾经是我师父。但现在我们没有关系了。陈星山，师傅，鞭子，他就是抽你鞭子那个人。天耀，算了。燕回，你干嘛拦着我呀？算了，他抽你鞭子。天耀，你冷静一点。天耀，你别冲动。天耀，算了。他并不想与我们发生争执。是你说过的要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你为何偏心于他？他并不是坏人。他打过我，他还抽过你鞭子，他就是一个坏人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不是坏人。好坏是非，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轻易定论的。你不要再为他说话了，你也不要再看着他离开的方向，你看着我好了。我们家天耀还会吃醋了呢。他呀，就只是我师父。师父，师父究竟是什么？师父，就是教你说话、识字、修习功法之人。那你现在也是我的师父？我是你夫人。夫人？那夫人和师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师父是亲人，夫人是爱人。那你既是我师父，又是我夫人，
那你就是我又亲又爱的人。怎么了？天耀，以后这话，你出去，可不能跟别人说。不讲，除了你以外，没有谁是我又亲又爱的人。走吧。走。凌霄真人为送爱徒过河，特地挑选了如此一条少有玄妖两界巡逻之地呀，还要我等特地提前做好准备，真是爱徒心切呀！多谢了。哎，他们来了。你们来了，人到齐了，且渡河吧。多谢严先生准备的竹筏，只是3个人怕是有些拥挤。你还挑啊？不是，只是没必要。走吧。我送人倒是送成了，这真人呐，送途之路啊，看来是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这到最后都没有送成啊！严先生，多言了。哪里？杨回，快，走快些！你小心点，别摔着了。杨回，你看，那儿，美，快！走。今天怎么如此开心啊？甩掉了不想见到的人，当然开心了。走。啊，没事。今天我们走这边吧。你的手受伤了？可能昨天路太滑，一不小心摔着了吧。走吧。昨天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好好牵着你的。啊，那可能是昨天晚上烤鸡的时候烧伤的。没事的，天妖，我这么厉害，你看。哇，好厉害！你再不快点走的话，一会儿你讨厌的人要追上来了。啊，那我们走快些。走。铜锣村，就是我们最开始认识的地方。你那时住在这儿，做肖老太的孙儿。肖老太。再往前走，就能到肖家小院了。走吧。这地里的庄稼，为何比之前差了那么多？是被什么影响了吗？没事没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
来我们村做什么？你们都是什么人啊？那我这个就是。谁呀？原来是阿福媳妇儿和阿福啊！哎呀，干什么呢？啊，什么眼神呢？一个个的啊！这是阿福和阿福媳妇儿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那个阿福啊，阿福媳妇，阿福，记得婶婶吗？婶婶，哎，别怕，叔叔呢？你看，哎，记得吗？叔叔，叔叔，婶婶，完了，这又傻了。婶婶，您还在呢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我又没死。你看看这阿福啊，之前都已经好好的了，这路上折腾又变傻了，这不应该呀。婶婶，你来，让开。哎呀，这老太太走后啊，你们也走了。这个院子啊，我是经常来打扫的。我就想着呀，哪一天你们能够回来呀，别荒废了，还能用。还有那几只鸡，我也帮你们养着呢，我可没拿哦。啊，那个，就是那个蛋，我怕坏了，我就吃了几个。对，没东西。这个菜呀，刚刚摘的，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饭吃，给你们接风。多谢。对。哦，对了，既然你们已经回来了，就不要乱跑了。隔壁村子啊，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变得爱打爱杀的，还经常来袭击我们村里的人，所以我们刚刚才会那个样子。爱打爱杀，这状况听起来与我当初被黑气侵入识海症状相似。看来我一会儿得去查探一下。阿福媳妇儿，那我们做饭去了，晚上过来吃饭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用。那你们就自便啊。我们先走了。走。看什么看？怎么，想起来什么了吗？当我有个发现，这里没有鸡，我去给你抓一只，晚上烤给你吃，不会再让你烫到手了。好，起来。你看，这里是柴房。你把血蹭我身上干嘛？还不是你咬的。你以前我睡床，你睡地，就在这儿。有想起来吗？没事儿。对，还有这张床，我们成亲的时候就像这样。我以为你是蛇妖，跟你斗智斗勇，想要制服你。你笑什么呀？你之前为何会认为我是蛇妖啊？还有，你若要制服我，可你的手为何都不用力啊？我在跟你演戏，而且那是我们第一次达成合作，我们还一起合作干了大事儿。怎么样？有想起来什么吗？没事的，不着急。
慢慢想。你先在这儿一个人待会儿，我出去一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没事儿，我就在铜锣村里，你呢，在家里好好想一想，说不定能想出来些什么。早点回来。好。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以为一条偷偷汹涌，情不自禁温柔，爱一个人，时光走慢，点滴都是情书，洒满星空，信念的梦。你不是被我绑住了吗？让夜晚平汤。也有彩虹，写满了篇章，你是浪漫是起点，融化我好凶。全部忧郁。果然是黑气的气息。猪，什么猪？猪。齐云观掌门戚云真人，这假的吧？敢问？敢问？混蛋！啊！无耻！愚不可及！这位仙长，我没得罪过你吧？无耻！猪，阿茶。几十年前，我与几个同宗从三重山前往中原修行，不慎遇到了几个玄门弟子，是他救了我。他本就是立于仙山雾霭之上的人。你不会就是那位阿云姑娘吧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阿茶呢？哎，罢了，你先跟我回去吧。猪，怎么这么凉？你的寒症还没好。猪，什么猪啊？山猪、野猪？流火猪，刚刚还在的，去哪儿了？流火猪。阿云姑娘，流火猪应该就在附近，我带你去找。燕回。燕回呢？别弄坏我的门。你这般攻击没有章法，伤不了人的。猪，我帮你找回流火猪，你不许再骂我了。出招时呼吸吐纳不要停，下盘要稳。有形者生于无形，无能生有，有归于无。是教的比我好。是教的比你好。
吸纳气，事关基础功法，于你而言，更加标准，能学得更快。不用你教我，这些东西燕国以后会教我的。那个，我带了个人回来。他是谁？朱，七云真人。他可真是心大，挨着床边睡着了。有探出什么吗？他种的是双华树。双华树，只有陈兴山掌门才会。七云真人20年前变仙宗南觅，彼时我尚未习得双华术。20余年，阿茶说他与七云相遇也是20年前，时间倒是对得上。此术应该是我师父施下的。青广真人，2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或许只有令七云真人清醒，我们才知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只可惜，我师父施的法，我解不开。他种的可是水系法术。是。水之术，我可以火驱之，我帮你救人。青广真人乃玄门大宗师，你刚出生不久，灵力缺乏很正常，不要气馁。如何才能快些恢复灵力？我可能……请你教我。好。
千年玲珑，天赋过人。天耀灵力恢复得快，先前下手没轻没重的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英辉，有件事情，或许我不该瞒你。什么事？10年前，我在洛川龙谷外将你带回陈星山。师父，此女心口有玲珑的护心灵。封印了他的护心灵之力。凌霄，若有朝一日护心灵封印有异动，立即将此女逐出山去。这便是师父最后一道使命。此后的10年，师父再也没睁开过眼睛。我心口的护心灵，竟然是青广真人封印的，赶我下山。也是青广真人的嘱托，可这是为什么？或许是因为福音想要毁了护心灵。玲珑与福音相克，天耀的千年内丹也在护心灵中，他定是想毁了。当初天耀取你护心灵，你心口的封印破裂，我随后赶来，追到了迷雾森林。阴差阳错，走进了福音殿。凌霄，师父，毁掉护心灵。护心灵，福音欲借护心灵之力打破封印，毁掉它，世间将再无福音助力。答应我，答应我！此后我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福音的计谋。师父他早已经不在了，如今手可摘星尘上，只有福音。我被他利用了，险些酿成大错。陨星台上，灭魂变现，是我错了。前因后果，我知道了，但我恐怕还是无法原谅你。我并没有奢求你原谅我。药膏，一日2次。天耀，你怎么了？我不开心。为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你给他送药膏，我不开心。我们家玲珑还会吃醋了呢。我也要。你要什么？药膏。
你哪里痛？我好，下一次我们一起去送，好不好？不，我去。好，我们家天耀最乖了，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天耀，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天耀。不生气啦，好不好？外面怎么了？怎么忽然？去村中看看。这是有人的怪物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后面要去的。前因后果稍后再谈，救人要紧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昨天还棒棒的，今天怎么攻击起人来了？吓死我！看来是空中黑气引起的祸端，他们都被黑气感染了。阿茶也找到，快追下他们！我的黑气被吸收了。教官，小心！天耀，龙火可以克制黑气，先驱除空中黑气来源。竟然恢复得这么快！他们身上的黑气还在。我来以罗盘吸纳。黑气，不行，他们只是普通人，无法承受你的龙火。我们要驱除的是黑气，不能伤人。
以吸取福音的黑气。耀怀，你没事吧？我感觉好极了。你可以吸取福音的黑气，供自己驱使。我能够掌控它，收放自如。仙长，仙长，这燕回好像也是个妖怪，你快除掉他吧！是啊，仙长，他会是黑色的妖术，好生吓人！我求求你们了，放过我们吧！我们走吧！除掉吧，太吓人了，我们不想跟他待在一起啊！他刚刚救了你们，我们不需要妖怪来救我们！不用解释。他如果是妖怪，我便是妖怪的师傅。整个陈心山亦是妖怪的同门，你们不要他的守护，那么从今往后，陈心山也不再守护你们。走。不要走啊！不要走，仙长！阿茶，燕回，来，起来。这些都是你们隔壁村的人，生了病已经被治好了，找个地方把他们安顿下来，等他们家里人来接吧。好。哎，天耀怎么样了？消耗过度，已经躺下睡了。今日他确实辛苦了，这几日积攒的灵力，想必都消耗干净了。正好，我有事要问你。你方才为何维护我？10年师徒情，不忍心，不舍得。之前在允星台，你抽我之时，我以为你在玄门大道与师徒之情里，忍心舍弃了我。我并没有舍弃你。8十一变，分9日，我想留你一命。你什么都想要。是啊，师门、苍生、情谊，你认为我该舍弃哪一样？背负这么多，你不累吗？你在陈心山的10载岁月，开心吗？燕回，你是不是不喜欢陈心山？不是，陈心山很好，比我在山下强多了。山上的星星很亮，衣服也穿着很暖和，饭菜也很香，
包子我一口气能吃8个。好好看着。你可以试着调集周遭灵力，再来一次。嗯。燕回，师兄。嘘。包子，对，来吃一个。还有，来喝水。来打我呀！打我呀！别打了！闪开！算了，别吵了！干嘛呢你们？犯了天了！子月，你怎么跟燕回说话呢？啊！燕回还有你，我一天不在你就惹是生非。他先使坏的。都看什么呀？啊！给我散了！师傅，你找我？最近开心吗？开心。没有惹是生非。没有。为师将要去闭关了，这段期间，你若有困惑，找大师兄，你知道他最疼你了。好。那师傅还像之前一样，闭关1个月就出来了吗？若无意外，便是如此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修行本为炼心，术法功力皆是外物，唯固守本心，方为修行根本。灵力法术，莫要强求。我没有强求，这不还是1颗星吗？这次试炼，我又是1颗星，1颗星，1颗星，1颗星。我明明就练得比他们还多，他们还嘲笑我，说我给您丢脸了。就因为1星，他们就嘲笑你？1星有什么关系？你没有给我丢脸，你自己有自己的强处。真的吗？是什么？在于真我。师傅，这是何意啊？开悟睹天，明月入怀。燕回，明白了吗？挺开心的。守护一个人尚且不易，要保护一个师门，肯定更难吧。纵使艰难，却也值得。燕回，燕回，是我。燕回呢？燕回心疼你，正给你准备吃的呢。你使用了大量的灵力，身体可有不适啊？并无异样。你昨日表现得很好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使用你自己的剑了。你可是领悟到了什么？
我当时只知道要保护他。哪怕是没有了记忆，你心里依旧想要守护着他，这样很好。你昨日也在村人面前维护了他，倒像个师父的样子。若非是要守护的太多，我自是想要保全他。你想要的很多，而我却只想要一个燕回。我会守护好他的。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，阿茶，阿云，我看看，我在后山遇见他，便把他带了回来。燕回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之前的事你都不记得了？之前。哦，之前你们走了之后，我就带着阿云住进了龙骨封印的山洞里边，靠着流火珠和龙主残留的龙气庇佑，阿云的寒症已经好很多了。那你又怎么会被黑气控制？黑气？那是什么东西？看来被黑气控制后，他就失去了意识。燕回，龙主也来了。此人是谁？为何看起来有些憨傻？他是阿茶，是我们在铜锣村的旧相识。龙主，燕回，龙主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看起来有些憨傻？他被人害了。什么？是谁敢害我的恩人？福音。福音？没有听说过呀。先解开七云的双华术吧。你是谁？陈星山凌霄。你有办法救阿云吗？天耀功法已成，可解双华术。你说阿云中的是双华术，那不是你们陈星山的法术吗？等等，这其中的误会，恐怕只有等天耀救醒七云真人才能得知了。龙主，当真能够治好阿云吗？以火驱寒是最好的治疗方式，你理当知晓。那他会痛吗？我不知道。比起疼痛，七云真人恐怕更怕一辈子痴傻下去吧。那好吧。你方才说龙骨山洞还残留龙气，天耀刚刚恢复功法，不如去那里施法更为稳妥。慢点儿。你消失的这段日子都去哪儿了？前些日子，我不小心将七云的衣衫弄破了一个小口，于是我就想着去买一些布匹和针线，我就去了村外。你还是这么细心。到了铜锣村外之后，我发现空气当中闷闷的，四周也是阴沉沉的，没有看到有卖布匹的地方，我就想，哎，七云，所以我就打算回来，可是，一转头，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们了，我还以为我是被歹人抓去，要当做妖仆去贩卖呢。
怎么了？这里确实有我龙气，在此施法吧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是福音的死咒。咒术反噬，不可再解了，快住手！来不及了。阿云，阿云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被咒术反噬啊？双花术本是封印福音的死咒，现在解开双花术，便是触发福音死咒，这是破咒即死的局面。凌霄，气运真人，您清醒了。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，你一定要解除五行封印，救出玲珑。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，这些日子，谢谢你。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，你醒醒！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！等等，福音死咒也是黑气。阿茶，让开！你让开！无能气是黑气。阿茶，燕回现在跟福音同为黑气之主，他或许用他的办法可以解开福音死咒，救下气运。快！阿云真的没事了吗？他应该是没事了，我可能是这段时间吸食太多黑气了。怎么了？有点累，我先睡了。燕怀，阿云。
既然担心，何不进去看看？你醒了。这回多亏了燕回姑娘，只是不知她为何可以吸收符阴之法。她修炼了符阴的功法，如今连黑气都认她为主了。竟有如此机缘。真人之前所言，救出玲珑，这件事情从何说起？这前因后果到底如何？15年前，我为查询邪修的下落，跟随飘散的黑气来到迷雾森林，误入符阴石海。我在符阴石海中看到了正与之缠斗的青广，我欲助青广一臂之力，便也与符阴交手。多谢七云观主，你能来此，真是苍生之幸。青广真人，这是何处？你缘何在此？来不及与你细言了。符阴以我之身，蛊惑素影屠龙，幸得玲珑赤焰重创符阴，我才得以在他识海苏醒。你的剑阵困不住他的，你若能从此出去，立刻召集众玄门，打破素影封印，寻回玲珑，共御符阴。找死！双化金光，凝息之气。走，找回玲珑。臭老头，你挡不住吗？老夫用性命也要封印你！双华之术虽然延缓了我身上的死咒，却也让我变得痴傻。我便留有最后一丝意念，待再见玄门宗师之时，便会寻机将真相告知。原来，师父那时候已经仙逝了，让我放燕回下山，是为了让玲珑有机会寻到护心灵。我行差踏错，但幸好这件事燕回他做到了。符阴这该死的东西，这黑气怎么这么难吸收啊？快，先喝口水，等等会。魏一晨，青儿，感觉如何？青云之人，你好了呀？燕回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吃坏肚子了。你吸食了太多符阴的黑气，会影响身体。我可入你识海探查一番。看看也好。这黑气竟然可以如此平静。无言柱吗？说话。他怎么样了？你并无不妥，但是你识海之中静谧如云，我见到之后心神皆震，自叹弗如。
我识海之中，不就是有一些静静流淌的云云雾雾吗？难道还有什么了不得的景象？黑气乃是人心中恶念积成的智力之气，凡感染上者，无不癫狂。我心中尚有一缕，仍靠我竭力控制，而你却令无边无垠的黑气在识海之中，静如云烟，实在难得。我的烟灰自然是厉害的。凌霄真人，你识海之中也有黑气？天辉，你今日不没事没事，你既然说我的识海尚且静谧，想必只是一时吸了太多符印黑气，多这一点不多，我缓缓就好了。七云真人，您在山洞中说救出玲珑，此话怎讲？玲珑乃符印天敌，当年符印占据了清广真人的身体，联合素影屠龙，就是为了消灭他在这世间唯一的天敌。当时你说伤你的另外一个人，原来是符印，又是他。符印，天耀，你想起来了？莫管我，有龙已重伤，快后林取丹。他想要我的内丹，我将丹灵合一，而后我用龙火伤了他，他没有得逞。原来如此。师父消失的那段时间，是被符印彻底的掌控了。因为玲珑之火，他暂时恢复了清醒，才将自己封印于守可斋星辰。10年前，机缘巧合，我将你带回陈星山。师父见你，便知你心有护心灵。封印你护心灵之力，是为了让你好好活下去。而后让我在守可斋星辰有任何异动前赶你下山，是为了天下大义。他是为了让天耀找到我，取回护心灵，对抗符印。可护心灵已经被我炼化了。炼化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符印真正惧怕的，不是护心灵，而是玲珑。玲珑尚在，还有希望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让玲珑找回自己的力量。你的身体可有找齐？还有一颗龙心。你又想起来了？龙心，龙心在广寒门的冰原上。这一趟没有白来，陈毅说的办法真的有用，你真的想起了以前的事。既然我们知道龙心所在，那寻机取回便可。寻回龙心，可需我相助？如今我已成为黑气之主，天耀的功法也有进步，想必不难。符印还在守可斋星辰上，需要有人时刻镇守结界。确实，凌霄真人，守可斋星辰不可无人镇守。可是如今我功法尽失，明儿一早我就回齐云观，借此掌门之身，召集8方仙友，共商抵御符印之事。此意甚好。天耀，可否借你玲珑火种一用？火种？我可以玲珑之火加固封印，遏制符印。可以吗？他之前教过我，所以从来铜锣村开始，你便开始计划之后的事了。我要的总是太多。
的话，守住守可摘星辰的结界，一定没问题。我虽然无法彻底消灭福音，但我足以牵制它，为你们争取更多的时间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不用什么事都是一个人。他并非一人，天下有志者，皆可攻于强敌。好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们齐聚陈星山，一举消灭福音。出来吧。阿茶，我知道，你现在已经是齐元真人了。我会把一切都忘了的。过去在铜锣村的那段日子，你或许已经不想再记得了，而我也会把那段时间深藏在我的心底。这一生一世，我永远都不会再提起。只是我求求你。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不要不辞而别？我没有不辞而别。你睡得很熟，我是留了书信的。书信不算。其实你不必忘记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回忆都很难能可贵。不过阿茶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必须要回齐云观了。过去已经麻烦你许多，前路更是危险，所以我不能。你能？不是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。我就想待在你身边，我可以做你的妖婆，哎，不做妖婆也没关系。我知道。你看不上我这样的妖怪，那就让我护送你回齐云观吧。自从上次在黑河边界遇到你，我一路护送你到铜锣村，眼下已是最后一程，我怎能不送？正因为是最后一程，所以前路更是凶险。阿茶，听我说，我希望你好好的。我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我在你的身边，我才会好好的呀。其实，我本来想等福音之事了结之后再来寻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吧。过去与未来，永不分开。阿云，阿云，等等我，来，包飞了。哎，你累不累？来，我背你吧。哎呀，不用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在前面啊有一家包子铺，那个包子可好吃了，我一次能吃10个呢。是。之前回陈星山，惹大师兄生气了。您这次回去，替我向大师兄带一声歉意，可好？歉意就不带了，
等你自己回去，他一定会教训你。嗯。天耀，我走了之后，每日功课不可落下。你的识海星元已经被点亮，更加需要勤奋修炼，巩固修为才是。嗯，你确实教得不错，是个好师傅。保重。小时候，在我心里，这背影是全天下最宽厚的背影。只要有他在，什么危险都会消失。可现如今我才发现，这背影与常人并无区别，反而因为承担了太多，显得更为孤寂。他方才似乎一直在等你，唤他声师傅。先前闹得要死要活，才这么点时间，还是有些别扭。等我下次见面，这声师傅一定唤与他听。我们也要离开了，走之前，去看看奶奶吧。奶奶？奶奶，我带阿福来看您了。天耀，向奶奶问好。奶奶，是我，阿福。天耀，阿福，阿福以后不孤单了。我们第一次喝酒，也是在这个地方。那时候，你还在为肖老太太病逝伤痛不已。后来借着酒意，你告诉了我，你被素影肢解一事。我那个时候虽然不喜欢你，但听了你的遭遇，还是很同情你。我问你，你都被肢解成了这么多块，你怎么还活着呀？你说，为了遇见你，为了遇见你。这你也想起来了？
还想起其他以前的回忆了吗？若非取不出你的护心灵，我根本就用不上你。你脸色怎么这么白啊？你哪儿不舒服啊？若能找回龙心，我会回想起更多的记忆。这是自然。可是，想起从前的记忆，真的好吗？你不想找回以前的记忆吗？为何？曾经的我屡次伤害你，还一再欺骗你。你真诚对我，而我却只有仇恨，一心只想着利用你，甚至我还对你动过杀心。你说的这些，我都知道。你都知道？你既知道，为何还留我在你身边？因为我喜欢你。为什么？你不怨我吗？也怨过，那个时候可怨了，巴不得把你甩掉，可就是甩不掉。但是后来知道了缘由，我便不怨了。什么缘由？对一个人的恨意吧。这不对，从前的我因为对别人的恨意而不惜伤害你，如此卑鄙的记忆，我不愿想起来。不是这个意思。燕怀，我不想回到从前那个充满仇恨的自己。天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在铜锣村的时候，萧老太疼惜你，你便把萧老太当自己的奶奶一般照顾。你还答应了她，要守护铜锣村100年的安宁。你做到了。后来，我们去到了永州城，为了解救被困的妖怪，你不顾自己的危险，也要用残破之躯对抗素影。还有我们在龙谷，素影拿小精灵的命，逼你掏出我心口的护心灵，你便在我的识海中施下了幻命咒，以命救我。你从未想过伤害任何人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你说的是我？是你，天耀。
恨意，并没有改变真正的你。你这儿依旧拥有赤诚之心。也许你不记得以前的你了，但我还记得。你曾经经历过痛苦、难过的日子，能让你在绝望中坚持下去的，便是这恨与不甘。我曾亲眼看见你从他人未涉足过的深渊里走出，也正是这深渊将你历练出了他人未曾拥有的坚韧。天耀，我们都需要你。纵使这颗心曾有过怨恨，若能保护你，我愿做回那个完整的自己。奶奶，承蒙您的庇佑，阿福想起了更多的事。奶奶，等一切变好时，我们再来您这喝酒。